车迷朋友们，这两台历史上最经典的豪华房车，这次居然给我同一时间全面电动化。先别急着翻白眼，我知道大家在车友群或 PTT 车版上早就把双 B 的电动车酸到爆了，什么油改电，什么开2年折旧打对折，大家都怕当白老鼠，对吧？但这次事情真的不一样了。官方丢出来的数据，老实说真的有点狂。没错，就是2027年款的宾士纯电 C-Class C4004 Matix， 还有 BMW 终于亮相的新世代爱飞。这两台可不是以前那种应付排碳法规、随便拿油车底盘塞电池的过渡产品，他们是彻头彻尾从零开始，用全新纯电平台研发的次世代主力，而且不约而同，两台都直接上了 800V 的高压快充架构。我知道台湾车友最在乎什么，美金报价看起来很香，但进来台湾加上万恶关税和总代理的利润，肯定直接冲破300万大关。既然都要花300多万当科技新贵，你到底该买哪一台？今天我们就从外观、动力、续航力，还有台湾最现实的充电环境，一项一项扒开来比。看到影片最后，你就会完全明白哪一台是总代理端出来的诚意之作，而哪一台又是来割韭菜，准备直接大翻车的。接下来我们先看这两台车在台湾路上开到底谁比较吸睛。不得不说，这两台的外形跟以前的油车相比，改动幅度大到你可能会认不出来。我们先看纯电 C-Class。这台是货真价实的全新大改款，绝对不是拿现行油车换个车头。它的轴距比旧款油车拉长了快10公分，车长直接来到4.88米，只比 E-Class 短一点点而已。很多住台北老社区的车友一看到这数据就开始头痛了，完蛋，这车长跟车宽，家里地下室的机械车位根本是在考驾照。但它车头那个超大的发光水箱护罩，加上头尾灯里面藏的3芒星图腾，尊荣感直接拉满。最夸张的是，它的全景玻璃天窗上居然直接嵌入了162颗会发光的 LED 满天星。国外车评说这叫设计美学，但台湾网友的毒舌意见更精准。这在台湾夏天高温38度的大太阳底下，不就是个高科技的飞满天星行动烤箱飞吗？隔热纸可能要贴最顶的，不然冷气开到1格都吹不凉。转头看看 BMW i3 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极端路线。这台车用上了 BMW 传说中的 Neo Classic 新世代底盘，虽然车宽车长都比燃油3系列放大了差不多4公分，但整台车比例抓得很钢炮，依旧保有长车头、超短前后悬的经典跑格。不过细节可就让车友吵翻天了。那个重新设计横向拉宽的经典双肾型水箱护罩，加上锐利的3角形灯组。有些老币迷在论坛上哀嚎说这车头长得像愤怒鸟，但也有很多年轻一辈的车友觉得这种极简肌肉线条配上外扩的轮拱超级有战斗感。外观设计大总结，如果你去饭店、去信义区夜店，在乎代客泊车时有没有面子，够不够高调，纯电 C-Class 的39寸超级大荧幕和发光水箱护罩绝对能满足你的虚荣心。但如果你骨子里还是个热血欧巴，假日喜欢去北宜跑山路，想要一台精悍运动风的纯种操控机器，新世代的 i3 绝对会直击你的心脏。接下来进入重头戏，动力表现。很多车友说电动车开起来都一样，少来。这两台开起来个性绝对差很多。我们先看宾士 C4004 Matic， 它前后轴各放了一颗马达，直接给你全时4轮驱动，综效输出直接飙到482匹马力，扭力更是来到超级恐怖的 81.6公斤 M590磅 FT。0-100加速只要3.9秒，这是什么概念？现在路上跑的那台吃油的宾士 AMG C43 也才416匹马力，也就是说，现在你买一台最入门的纯电 C-Class， 直接在红绿灯起步把 AMG 压在地上摩擦，而且宾士还说了，未来的正 AMG 纯电版马力会直接冲到900匹。不过那群宾士工程师这次最厉害的是他们在后马达装了一具2档变速箱。一档用来应付你突然想不开要跟人尬车起步弹射用的，时速上去之后切到2档，让你在国道3号巡航时更省电。当你顺开时，前马达还会自动断开，变成单纯的后驱来省电。这台车配的是94度的锂电池，而且上了 800V 架构，在台湾有些顶规的快充站，听说10分钟就能补进超过300公里的续航，这速度真的有感。再来看看 BMW i350x-Drive， 同样是双马达4驱，给到了463匹马力和 65.8公斤 M476磅 FT 的扭力。虽然 BMW 官方到现在都还在挤牙膏，不肯公布0-100加速几秒，但车友们私底下算一算，463匹，这只比现行首排版的 M3 少了区10匹马力，所以这台车绝对不是省油的灯。BMW 这次亮出的底牌是他们第6代的 iDrive 电子驱动技术，最厉害的是它的电池设计，他们把圆柱形电芯直接整合进车体底盘结构 Cell to Packs，
在台湾玩车跑山的朋友一定懂这代表什么，这不只是让空间变大，能量密度变高，它还大大提升了车身的扭转刚性，也就是说过弯时底盘抗扭曲的能力变强了，开起来底盘会非常扎实，非常粘地，再搭配高达108度的超大电池，官方甚至喊出续航力可以达到700甚至900公里 WLTP。如果打个折，在台湾要台北高雄当天来回不充电，看起来真的不是梦。动力与操控大总结，光看账面数据，宾士在马力和扭力上微幅领先，而且3.9秒破百的实测数据已经摆在那里 ，BMW 还在保留实力。所以，如果单看直线加速的爽快感，现阶段这一胜我们要先给宾士。但如果你是那种不跑直线只爱跑山路的硬核 B 迷， BMW 这次在底盘刚性上下了猛药，鹿死谁手。等新世代 i3 台湾半媒体试驾实际下赛道测出来之后，绝对还有的瞧。讲到续航力，这两台车的差距就真正拉开了，而且不止互相伤害，还顺便把市面上大部分的对手都甩在后面。我们先看宾士 C400， 它在欧洲 WLTP 测试下续航力达到了761公里，473英里。但各位台湾车迷，大家都知道 WLTP 数据是快乐表，在台湾开车要考虑高温、开冷气，还有高速公路的风阻。根据国外媒体的推估，如果换成最严格也最贴近真实用车习惯的美国 EPA 测试，这台车的续航大概落在560公里，350英里左右。虽然是打了折，但也非常够用了。宾士官方甚至宣称，只要你中途在国道服务区停下来上一趟厕所，顺便快充一下，它1天之内就可以跑超过1000公里。这概念基本上就是从台北开到屏东垦丁，再一路开回台北，中间只要补电一次就搞定。但是 BMW 这次在续航上直接亮出了灭世级的数据，纯电 i3 在欧洲 WLTP 测试下，续航力冲到了恐怖的900公里，559英里。好，那我们一样来看最严格的美国 EPA 预估 BMW 自己的内部测试显示，这台车的真实续航依然高达708公里，440英里。这是什么疯狂的数字？我们拿台湾能买到的电车来对比一下，目前台湾卖的最好的 Tesla Model 3 Long Range EPA 续航大概是576公里，而 BMW 自己现行的 iFE 则是484公里。也就是说，这台新世代 i3 充饱电直接比 Model 3多跑130几公里，它直接打破了非特斯拉阵营就比较耗电的魔咒。放眼目前台湾市场，不管什么价位带，它都是续航力最顶的电动房车之一。台湾网友看到这数据直接高潮，这代表台北到高雄当天来回全程速限，非时非全开，冷气吹到感冒，你都不用在关西或西螺服务区跟别人抢充电桩。续航力大总结，这一局 BMW 赢得毫无悬念，而且是把宾士按在地上摩擦。真实续航708公里对上560公里，差距非常明显。如果你买电动车最怕的就是里程焦虑，或者你常常需要台北、台中、高雄到处南北奔波，新世代 i3 给你的心理安全感绝对比宾士大上太多了。既然这两台车都上了最顶规的 800V 高压架构，这代表他们都能吃下目前全台湾功率最高最快的公用快充站。但如果仔细比一下数字，两只母老虎的发电速度还是有高低之分。我们先来看宾士 C400， 它的直流快充功率最高可以喷到330千瓦。在这种火力全开的速度下，宾士说你只要在快充站停个10分钟，就能补进超过320公里的续航力，从10%冲到80%也只需要22分钟。基本上你在服务区去个洗手间，买杯星巴克，走出来车子就已经充饱，可以准备上路了。但是 BMW 这次又是摆明了要冲着宾士打，纯电 i3 的直流快充功率直接拉高到恐怖的400千瓦，这比宾士还足足高出了70千瓦。在400千瓦的全速轰炸下， i3 只要充电10分钟就能灌进400公里的续航力。虽然它10%冲到80%需要21分钟，只比宾士快了区1分钟，但在同样的10分钟黄金时间里，i3 帮你补进的里程就是比宾士还要多。台湾网友一看到400千瓦这个数字，第一反应都是规格很香啦。但台湾现在不管是总代理展间还是 U-Power 这种顶级第三方快充站，能真正跑满400千瓦的超高压液冷枪，全台湾到底有几支？会不会开过去结果还是被降速？不过话说回来，硬体规格给到顶总比以后不够用来的强。而且 BMW 这次还多了一个压箱宝，叫做3模双向充电功能。首先它支援 V2L 外接供电，这在台湾真的超级实用。如果你喜欢去南投、新竹露营，或者中秋节想在路边烤肉，你完全不用带什么笨重的发电机，直接把电烤盘、微波炉、胶囊咖啡机插在车上就能用。第二，它支援 V2H 台湾家庭供电。如果遇到台湾夏天偶尔来一下的无预警大停电，这台车甚至可以变成你家的临时超大行动电源，让家里的冰箱
冷气继续吹，最后它还支援 V2G 回输电网。不过，这在台湾现行的台电体制下，要靠卖电给台电赚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至于宾士 C400 呢，目前官方完全没提到双向充电功能。充电大总结，这一局又是 BMW 完胜。不论是极速快充的400千瓦对上330千瓦，还是 BMW 那套对于台湾露营咖来说超级加分的 V2L 外接供电功能，宾士目前在这一块真的只能坐在台下看 BMW 表演了。坐进这两台车的车舱，你真的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不同的未来世界。因为双臂对于科技的理解这次完全走上了两条平行线。我们先拉开宾士纯电 C Class 的车门，一坐进去，你眼睛绝对会被那个夸张的荧幕闪瞎。宾士这次把高阶车款专属的 39.1 寸 MBox Hyperscreen 超巨幅一体式荧幕下放到这台车上了。整块玻璃从驾驶座一路延伸到副驾驶座，里面塞了一个 10.3 寸的数位仪表，两个14寸的触控大荧幕，连副驾驶前方都有一块专属娱乐幕。台湾网友一看到这张图就开酸了，哇靠，这进展间看车是很震撼了，但开在台湾路上，万一正中午太阳大反光怎么办？而且只要一熄火，整片大荧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副驾跟小孩的指纹强迫症，车主绝对每天擦车擦到哭。不过在舒适度上，宾士真的下了血本。马达有经过特殊消音调校，前座全部升级成双层隔音玻璃，连冷气出风口都做了静音处理。它的座椅不只会通风加热，还能帮你全身按摩。如果选配了4D 环绕音响，重低音打下来的时候，椅背还会跟着震动。宾士私底下甚至放话说，这台纯电 C Class 的车室宁静度和奢华感是直接比照老大哥 S Class 的水准去做的。后行李箱容积也比油车大了一些，还多了一个可以放充电线的前行李箱，实用性加分。再转头看看 BMW i3， 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钢铁直男驾驶导向风格。BMW 这次最亮眼的黑科技叫做 Panoramic Vision 全景视野前挡投影，它不是那种小小一块的抬头显示器，它是把一整条极宽的资讯幕直接投影在挡风玻璃最下缘，横跨左右两边的 A 柱，时速、导航、剩余电量，甚至多媒体资讯，通通直接浮现在你开车的视线正前方。这代表你开车不论是要看导航还是调音乐，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挡风玻璃下方是一块 17.9 寸长得像平行四边形的中央触控大荧幕，搭载全新的 OSX 系统。但很多台湾的老逼迷看到这内装就崩溃了， BMW 居然把驾驶座前面的实体仪表板给拔了，而且冷气风向跟风量还要进荧幕去滑，这不是在学特斯拉偷工减料吗？把经典的操控界面还给我啊！至于空间表现，因为 i3 车身尺码没有像宾士放大的那么夸张，后座膝部空间跟现行的油车3系列差不多。不过因为车顶线条改得比较方正，后座乘客的头顶压迫感倒是减轻了不少。内装科技大总结，这一局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你的用车品味。宾士赢在极致的奢华舒适，还有满满的尊荣感。如果你希望车舱坐起来像台北 W 饭店的私人奢华包厢，选宾士纯电 C Class 就对了。而 BMW 赢在专注驾驶的视野和安全感。如果你喜欢开车时有种开科技战斗机的利落感，不希望一堆花俏的荧幕分散你跑山路的注意力，那新世代 i3 的前挡投影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别以为电动车科技只是比谁荧幕大，谁的语音助理比较聪明，这两台车这次在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我们先看宾士 C400， 它用的是全新的 MBOS 系统，它的原厂导航非常聪明，会直接根据台湾目前的即时路况、天气，还有你脚踩油门的习惯，自动在背景帮你规划好沿途要在哪里补电，完全不用你动脑。更狂的是它的选配项目，第一个是扩增实境 AR 抬头显示器，它会把导航箭头直接画在前面的马路上。在台北车站那种复杂的地下道出口或多线道圆环，你绝对不会再走错路。第二个是台湾车友的救星，主动预判式气压悬吊，它会直接联动 Google Maps 的图资和云端即时数据，在你的轮胎压到台湾那种拉力赛级别的烂路、减速条或大坑洞之前，避震器的阻尼就已经自动调整好了，这在台湾开真的会舒服到让人感动。另外，它还首度在 C Class 上配备了微型 LED 矩阵头灯，晚上开山路它会自动避开前方车辆跟对向来车，只照亮你想看的地方，亮度跟精准度都是顶级的。再来看 BMW i3， 它不搞那些花拳绣腿，它直接在车子里面塞了4颗地表最强的车载处理器。BMW 把这个核心大脑叫做 Heart of Joy 喜悦之心，这套系统把你的驱动、刹车、转向、充电和动能回收通通集中在一起管理。BMW 官方说，这套系统的运算和反应速度比旧时代整整快了10倍。
在台湾开车的朋友一定懂这代表什么。台湾有很多山路，像是北宜或五指山，遇到盲弯突然有三宝逆向，或者大雨积水水漂时，这台车的电子系统会在1/1000秒内，在你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默默帮你做完微幅的抓地力修正了。它甚至连刹车停等红灯时都能做到完全不点头，没有刹车噪音的极致平顺 soft stop。而且最重要的是，台湾总代理引进的车型高几率会直接原生支援特斯拉的 NCS 充电规格，这在台湾电动车界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这代表你开着这台 BMW 可以直接大摇大摆地开进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拔起枪直接插上去就开始充，不需要带任何沉重的转接头。毕竟在台湾，特斯拉超充站的站点和稳定度目前还是大魔王级别的核心科技大总结。这两台车的科技取向完全不同，但都强到不可思议。宾士走的是极致享受，它的 Hyperscreen AR 导航加上能预判台湾烂路的气压避震，给你的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科技奢华感。而 BMW 走的是硬核实力，它的4颗超强大脑让操控变得更精准、更安全，加上能直接蹭特斯拉超充站的巨大优势，在台湾用车的便利性上，现阶段真的是实用性点满。好了，讲了这么多科技跟动力，最后还是要摸摸荷包来看最现实的价格与上市时间。不过这边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了，因为这两台车目前都还没公布台湾总代理的最终定价。我们先来看宾士纯电 C400， 美国那边预估起步价大概在55000到65000美金之间。台湾车友们，我们按照台湾万恶的进口关税、货物税，外加超过300万就要课征的奢侈税来盲猜一下。这台纯电 C Class 进来台湾，基本款绝对是320万台币起跳。如果你在手痒，选配个39寸的 Hyperscreen 超大荧幕、动态气压悬吊，还有那个会震动屁股的4D 音响，随便一选，总价轻轻松松冲破360万，甚至直逼400万。而且它要到2027年上半年才在国外正式开卖，等台湾宾士拿到配额，正式在台湾挂牌交车，大家大概要等到2027年底了。转头看看 BMW i3， 国外预估的起步价非常甜，大概在5万美金出头，换算成台币引进台湾的话，很有机会压在280万到300万上下。如果这个价格成真，那它在台湾电动车市场真的会非常有杀伤力。更重要的是时间， BMW 的动作非常快，2026年8月就已经在国外正式开跑生产线了，预计第一批车在2026年底，2027年初就能陆续在国外甚至台湾交车。这代表什么？ BMW i3 不只可能比宾士便宜了将近20-30万台币，它还比宾士多给了你更长的续航、更快的充电速度，还有可以去露营插电的 VFL 外接供电。最重要的是，它还能让你提早快半年拿到车。最终预算大总结，光看目前国外释出的预估售价和配备，这一局 BMW i3 展现出来的性价比和诚意，完全是把宾士压着打。不过话说回来，在双 B 台湾总代理正式把车辆规格还有正式的台湾官方建议售价公告出来之前，一切都还不算数。万一到时候 BMW 引进台湾把配备拔光光，或者是宾士突然开出一个跌破大家眼镜的佛心价，这盘棋都还有得下。所以这两台2027年最强的德系纯电主力房车，你是准备手刀去展间找业务下订 BMW 呢，还是要多存点预算，等宾士那台满天星行动包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选择。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好了，听完这么多，我们来做个最诚实的真心话大总结。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顶级的奢华享受、最炫炮的内装科技，想要一台开出去人家觉得你跨级买豪车的感觉，那2027年款的宾士纯电 C Class 绝对是你的唯一首选。那个把妹神器的39.1寸一体式大荧幕，直逼 S Class 的车室隔热与宁静度，加上车顶162颗会发光的浪漫满天星，它在300万这个级距里尊荣感真的是天花板级别。482匹马力，0-100加速3.9秒，配上560公里的真实续航，这是一台你每拉开一次车门，握住方向盘，心里都会暗爽一次的顶级大玩具。但相反地，如果你是个务实派的科技控，想要的是一台各项电能指标都做到最顶，而且骨子里更专注在操控和驾驶灵魂的车，那2027年款的 BMW 新时代 i3 就是你唯一的信仰。超过700公里的美国 EPA 预估续航力，直接坐稳同级续航王400千瓦的超神快充速度，在路边充10分钟就能继续喷，再加上可以去露营插电，甚至能救你全家停电的 V2L 双向充电，还有那个横跨前挡玻璃的战斗机投影视野。BMW 这次用全新平台打造的新时代底盘，实力真的非常硬核。一句话总结，宾士是一台实力更强的豪华汽车，而 BMW 是一台更完美的未来电动车。
这两台车的灵魂完全不同，到底哪一个更切中你的痛点？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还想知道这两台德系纯电新战将开去跟台湾目前在路上满街跑的制服车大魔王 Tesla Model 3放在一起定估值，到底谁会被超车，谁又会被血洗？我们下一支双臂决战特斯拉的影片就在这里，点进去继续看。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